我这有一块秦代的银元，这上面这个人啊，有可能就是秦始皇啊。我没想到，我这一下就发大财了。你先别激动着了，你拿过来的这个银元啊，这是曹锟的戎装军阀币，这是典型的民国时期发行的银元，和秦朝秦始皇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咋会没有关系嘞？这上面写的文字分明就是秦朝时候的文字啊！这里面的玄机，专家可都告诉我了。这银元能有啥玄机嘞？这上面写这俩字确实是篆书，篆书啊是从秦朝那时候开始书写传播的，但并不代表它就是秦朝的银元。再说秦朝那时候就没有银元，你包括上面的五色旗，还有曹锟的这个装扮，这也不能说就是秦朝的呀，咱不能信口雌黄啊。我确实对银元不懂，人家专家都给我讲的话，我都记一半忘一半。反正价格是给的非常好，给我800万。800万，对，你这说出来能让人吓晕。就拿前2年军阀币涨价最猛的时候为例，就像这种军阀币也没有说到800万啊，咱就说那些品相状态各方面都不错了，打个皮盒带分的，大概行情也就100出头吧。所以你这800万一报出来啊，只能说明你啥都不懂。那有可能是我看错了，毕竟8后边好些零啊，我也没来得及说清楚。那应该是专家给我报了80万吧？你这张口专家闭口专家，专家的话有时候也不一定就是对了呀。一块银元能值多少钱？不是上来就随便对吧乱报价。首先啊，必须得证实它的这个真假性。如果连真假都看不懂的话，那么它的报价对你来说完全没任何意义。我跟你说，我这块银元真假完全没有问题。这是我去年在金银加工店花800块钱买回来的。老板说这是顾客以前家传下来的。那顾客说家传，他就是家传了吗？这说到底是你掏钱买别人的银元。对呀，有很多不确定性。如果真值800万的话，人家金银加工店的老板他不会800卖给你啊。你能认为值大钱的东西，难道别人就不懂吗？再说了，真假你这现在都不知道啊。真假我不知道，人家加工店老板知道啊。我们都已经白纸黑字写清楚了。如果不是银子嘞，人家情愿赔我万倍损失。你签这个赔偿万倍损失，完全没任何意义。因为银子它不是大克拉的钻石，它大一点的钻石世界独一无二，而银子稀烂便宜啊，一颗才几块钱而已，20多颗也就200来块钱。人家真假完全没必要骗你啊。而银元我们玩的就是稀缺性和年代感。为什么像这种曹锟军阀币贵，就是因为它少。你像以前它固定啊，它就发行了那么多，存世量少，所以贵。而金银加工店老板啊，之所以给你鉴定的是银了，不是银了赔你万倍损失，人家这就是银了，人家有底气给你签。但是从古玩的角度来看，你这个军阀币它并不牢。你看压力、包浆，这壁面都不开门，你看它的包浆比较浮，露贼光，各方面压力啊，咋看咋不舒服。你包括它的边齿，你看一下，这都是整体划一。第二，像这种真银假币啊，它就是一个银价而已，200块钱一大管，80万更是无指望，所以你这也发不了什么财。不可能，你说的话没有任何依据。你说值200万，那为什么专家能给我报80万嘞？人家专家又不是傻子。你说的很对，人家专家肯定不是傻子，能把一块真银假币给你报到80万，可见啊，你也信以为真了。估价只是人家的第一步操作，后续啊就等着你这种小白去给他们送钱。你想想，给你卖80万，多少你得给人家几百几千的好处费吧？这是应当了吧？对呀，如果不给我卖，他说了，如果真给我卖80万，几百几千那都是小钱，那是，给我卖不掉也没啥关系，只要能证明他是假的，我去找金店加工老板赔万倍损失，也发大财啊！这不是我这真假我都不害怕。你这完全想多了啊！人家卖给你的就是银了，人家签了就是不是银了才会赔你万倍损失。对呀，我这鉴定确定也是银了呀，这人家1分钱也不会赔你啊。只不过你的银元不牢而已，所以你既卖不了80万，就别人也不会赔你万倍损失。真假了，你根本就发不了财。这银元我也不要，我建议你还是去多找人问问价，看看到底值多少，你心里就有谱了。我肯定找人问价，我看你也不鉴定的也不单。好吧。我感觉我这一次要发财了，2000块钱买了俺邻居10块银元。我感觉我这一次赚了不少钱。2000块钱买10块银元确实便宜。如果是真的呀，确实有钱赚。来，我看看都是啥来。200%有钱赚。我这个邻居大爷，玩银元已经玩了几十年了。要不是看我没事干，他才不会卖给我嘞。你先不要幻想着这个发财了。一般2000块钱啊，在这个老厂家手里边捡大漏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我看你这10块银元里边啊，有3块龙阳，还有1块8年。
除了一块不值钱的这个营养之外，这剩下的这一半，这都是常见的这个冤大头。再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如果这些银元是真的，你就是卖破烂也能卖个2000块钱啊。可被你说着了。我邻居给我说了啊，这10块银元就是卖破烂也值2000。他是一个热心肠啊，他看我在家里没事干，意思就是想帮我一把。找亲戚朋友把他们卖了就能挣大钱。找亲戚朋友卖，我看这还是算了吧。在你对银元不了解的时候啊，可千万不要随便拿东西去卖给熟人。第一，在你看不懂这个真假的时候，即使是再赚钱，你也不能乱卖给亲朋好友。第二，就是像这种收藏品的话，不见得人人都需要。想卖的话，你得去找那些定向的客户。我主要是人脉太窄认识的不多，又加上第一次准备做生意，只能找这些亲朋好友去推销。虽说我看不懂真假，但是我这个邻居却有着几十年的古玩经验。你记住一句话，靠人不如靠己。恁邻居虽然说玩古玩几十年了，但是他这个眼界不够宽，光看你拿来这些东西就知道他不少逛这个古玩街。可以说你这大部分银元都是从地摊上淘的。别的不说，就拿你这种货色去给懂行的人推销，很有可能是自取其辱。老板，英雄不问出处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无论怎么着，邻居大爷肯定做行再说了，只要能让我挣大钱就行。我没有看不起任何的人的意思只是想告诉你，无论做什么生意，不要售假。像你拿过来的这10块银元，其中这3块，这连银子都不是，你可以听一下他的声音。这就像瓦片一样，连银子都不是。你说你拿着这些假币，你去卖给亲朋好友，你这不是搞笑了吗？不可能会是假的吧？我这邻居大爷怎么说也有几十年的经验了，按理说不应该买假的呀。买假也太正常了。通过恁邻居这10块银元只能说是他那几十年的经验，只适合在地摊上买便宜货。剩下来这7块，这都是银子的，但是他们这都不是老类，知道吧？没有一点老气儿。你说实话，我们专业的人来说，这就是不开门。你可以具体看一下它的细节，壁面压力都不行，边齿可以整体的来看一下，都不行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价格问题，我就随便拿出来一块，就拿这个江南嘉诚吧，你就这一块，说实话，如果是真的，现在这个市场价怎么着也得2000好几吧，不可能2000块钱他一下子卖给你10块不可能嘞！你这是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，人家都说同行是冤家，你这是不是重伤我邻居大爷？你这话说嘞，我都不知道该咋接你话了。好心好意给你说了句实话，你这把我想的恶意重伤了。该说的话我都已经给你说到位了，该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那我再找其他人看看吧，我别错过了发财的机会。你还是把这个真假给搞清楚吧。昨天我去朋友家要债，他去年借了我2000块钱，他儿子在抽屉里给我拿了一把银元，你看看这值不值2000块钱吧？欠2000，你要过来一把，如果是真的话，那远远不值2000块钱了。来，我看看啥的银元。因为我对这银元不懂我就怕是假文。如果要是不值2000，我还得再去要。值2000的话，那剩下都是我的。听你说这话，前后不够一句借你2000块钱，你扣2000块钱不就行了吗？那不行，那万一不够2000，我肯定还会再去要。首先你这9块银元真假是没啥问题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报价。银元数量虽然不多，好就好在有3块龙样，你这次绝对是稳赚不赔，远远可不值2000块钱我建议你还是把这个银元给他儿子还回去，老是要你那2000块钱为托。你这话说的我很不爱听，2000块钱本身就不算多。我朋友这个人他有钱，他就是不还给我。他这就是心里赖，逼得我非常无奈，只能去他家要账。正好他12岁的儿子在家。一码归一码，人家孩子毕竟才12岁，你这拿9块银元这很不合适12岁咋了？12岁就已经属于少年了。12岁在我们眼里边其实还是一个孩子，在他们眼里2000块钱根本就没有什么概念，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私自给你拿出来这9块银元，万一恁朋友回去一生气，恁朋友再拿孩子出去了，这不是给孩子找麻烦吗？你说
说能有什么麻烦呢？大不了就是他爸修理他一顿，话说回来了，因为这几块银元，我觉得很不值当，因为银子便宜，他家是大地主，多得很。再多也是别人的私有财产啊，你最好跟那朋友结合一下。结合啥呀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啊。欠债还钱确实是天经地义，但是冤有头债有主，不是说给他家孩子找麻烦，不是怕出事吗？另外，你拿过来的这9块银元，这都不是便宜货，远远要超过你那2000块钱的债务。朋友一场，所以这个钱财啊，一定得分清楚。你说的全是大道理，你就给我看看这银元到底能值多少钱吧。哎呀，毫不夸张的说，就随便拿出来2块冤大头，就够你2000块钱的款了。你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剩下的7块都是我赚了。对，这9块银元里边最便宜的就是这6块大头。刚才给你挨个都仔细看过了。第一，里面都不带什么斑；第二，它这个壁面都是无伤无戳的；第三，它这个壁面都还挺干净，属于传世的品相。虽说是通货的状态，品相都还不错。6块下来差不多也就是6、7千块钱的样子。啥都不说了，早知道都多借给他几块了，这样的话我就多拿几块了呢。你拿了越多啊，这成本也就越大。你卖够你的2000块钱不就行了吗？你到我手里就是我的了，越多越好。哎呀，越多我觉得越是麻烦事儿。剩下的这3块龙样，2块广东龙，1块四川龙，这3块这都是硬货。在过去他们的购买力和冤大头一样，但是现在分版分的比较细，能够值多少钱啊，都是看他这个状态了。因为你这些银元这也都不是你的，我也不具体细致的给你看了。3块价值市场价大概差不多在1万多了。你不妨说个具体数，我今天就可以给你留这里。我这个人啊，做事还是比较爽快的。爽快不爽快啊？这个银元确实没法要，因为他们的归属权啊不在你。我拿来的银元不在于我，你说在于谁？朋友一场，不要因为这一点东西闹别扭。如果你不懂它的价值也就算了，我这给你大概都估价了，你这还执迷不悟就不行了。9块价值很明显已经远远超过你那2000了，差不多是10倍的利润了。你这真的全部占为己有的话，那朋友的儿子我感觉啊，肯定是要挨打的。你操的心也太多了，不要还说那么多废话，我真受不了你，我找别人买去。哎，好吧。来，老板，哎呀，你这收古董不收？收。祖传的聚宝盆啊，正儿八经的纯银得有50-60斤。哎呀，重量确实够沉的，50斤绝对是有。如果这是纯金属材质的，重量会更重。这里边竟然还有图案，几个孩童在戏水，看着这盆的工艺啊，我感觉应该是不老。你说这是恁家里边祖传的，这话何出此言？何出此言？我实话实说吧，这个纯银的大鱼缸啊，是我老丈人养鱼用的，在他家里啊，传承几代人了。要不是今天手续费嘛，我咋着都不会变现。年轻人，你就是再急用钱，也不能搬别人家里边的东西变现啊。这个是原则问题。像你说的手起背，应该是玩牌之类输钱了。是嘞，我看你年龄也不大，沾上陋习啊，这可不是一个好习惯。我劝你啊，早点远离牌场。找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有一个稳定的收入，比变卖家里边的祖产要强很多。再说了，那老丈人家里边的一个养鱼的缸，你咋管知道他是传承几代人的古董呢？这还对呀，告诉我了。说他以前过去3代人以上，都是有钱人。要不然我也不会给他处对象。说实话，追我的女孩多的是，我不就图他一个钱吗？小伙子，我觉得你这3观有问题啊！年轻人谈对象不能一味的往钱上看。结婚，说实话，这都是一辈子的事儿。你找对象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。如果你这都没结婚，都抱着别人的古董来卖，这很不合适。如果被发现了，轻则分手，重则吃牢饭。虽然你很年轻，这是根本性的错误，你绝对不能犯。哎，你这话说的有点严重了。昨天我们结了婚，不然今天也不会抱着这个古董出来应急。我现在就是手头有点紧，等我以后发达了，我会10倍100倍的奉还。10倍100倍奉还，你这话说的确实很好听。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如果这50斤是银子的话，还值不少钱嘞。你现在一颗银子也便宜，6块钱一颗吧，5、6、3000，3、5、15万，
如果按古董价钱就更贵了，因为古董的价值远远要高于这个银子本身。你银子啥时候买都有，而古董啊，说不定传世了就那么几件。对，我觉得啊，你这还是跟那老丈人商量一下为好。不用商量，刚才就告诉你了，10年河东，10年河西。现在我是运气不好，不等于以后我没有发展的机会啊。你就告诉我这个聚宝盆能值多少钱吧？哎呀，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，你擅自抱着别人的东西出来，所以这个聚宝盆你不懂也很正常。我给你简单的来讲一下这个盆。首先，它这个材质不是银的，我们玩一辈子这个金银了，是不是银子，还一眼能看出来了。外面虽然说是白色的，但是并不是银的。敲一下，你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，这很明显啊，这都是瓷的，和我们家里边和面那个盆材质一样。另外也不是什么古董，没有一丁点这个老气。你包括它上面这个花纹以及盆中央的这个彩绘，这很明显啊，这都是烧制而成的。经过我这简单的一番讲解，你这很明显这都是现代的东西而已，大概价值也就是一顿饭钱而已，300-500块钱的价值吧。耶，老板，你这叽里咣当的说的是啥呀？啥家伙不是银的，啥家伙不是古董啊？那照你这样说的话，如果说吃了，难道还真能摔碎？小伙子，我刚才跟你说了已经很清楚了。如果是银的，它100%摔不碎。那是，是瓷的，绝对是能摔碎，因为它这个材质它就是瓷的。你看外边在烧制的时候，它只不过是刷了一层类似于银子的这个金属漆而已。你这不小心啊，你摔到地上，它肯定是会摔碎的。你要是不信，咱俩就打一个赌，你现在抱着往地上一摔，100%它都会碎。啥？你说的啥家伙啊？我几十万的古董我摔碎。我的意思是啥意思吧？让你抱的时候你小心一点，别回来一不小心一失手，它绝对是能摔碎的。我看你还啥也不懂，我肯定得小心一点，我再揣怀里这贵重的东西，然后我就卖给金店吧。好，你算算也行。我这个朋友啊，太小气了他生孩子，我给他买个5克的金吊坠。昨天我儿子送满月，只给我4块破银元。朋友之间啊，不要太攀比。这个4块银元啊，现在也不便宜。来，我看都是啥银元。我并不是追求什么攀比。我给他孩子送的是黄金吊坠。他给我孩子的全是银子，我心里不平衡。既然是礼尚往来啊，就不要要求别人送什么。你主要是对银元不太懂，如果懂行的话，你心里边就会平衡一些了。你这4块银元啊，真假首先是没啥问题了这都是一眼看门的报价。好就好在啊，这里边有一块北洋龙。状态都不错，我个人感觉啊，这4块银元啊，比说那5克的黄金吊坠超值啊。银子比黄金超值。对。我不知道你这账是咋算的。黄金现在是将近600一克。对。5克的话，你去买也得3000块钱了。这些银子100克而已，10块钱一克，才值1000块钱啊。这个账可不是这样算的。人家经常说黄金有价，古董无价，这些银元好歹啊。现在也是无级文物了，你这按银子价钱算，只能说你是一个门外汉。你别说10块钱一颗，你就是20块钱一颗，也没有人卖给你。况且啊，还一下子送给你4块，这绝对是妥妥的好朋友关系啊。就像你说的，20块钱一颗，这100块钱最多也就2000块钱啊。我那5克黄金吊坠，当时买的可是2000多块钱啊。按现在的金价，我这都赔钱了。俺老公叫我说的不得了。哎呀，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，你可不能斤斤计较啊。赔点赚点都无所谓。就说你那5克黄金吧，你之前买的话，1克可能也就300-400。你看现在黄金涨价涨了，金店1克都600了，人家再去买5克黄金送回来，说实话，这都跟你都雷同了，也没什么意思。送给孩子这几块银元，你放个几十年，当个传家宝，这不是挺好了吗？我这个人比较现实，不玩那些虚的，什么传家宝不传家宝的无所谓，我就是喜欢钱。喜欢钱，那我就给你估一下价。那先说这2块小头吧。首先，你这2块小头啊，它不带任何斑，壁面这都是无伤无戳，味道啊，看着确实是。不错，一块黑酱菜，一块带光，2块差不多市场价1600左右吧。就这一丁点银子，这能值1000多吗？对呀，真的太夸张了吧？这有啥夸张的呀？一块才花到800，小头是这个银元里边价格最便宜的。再说另外这一块大头，这个是9年了，
看一下它的甲贺，第二个甲贺为碧芒，哎，这样的话它就是一块9年的金发，唯一美中不足就是它这个发丝不好。9年金发主要是看它的发丝报价了，发丝越多，价格也就越美丽，味道挺好的，大概在2000以内吧。哇，这一块能卖2000？对，没想到会那么值钱，真是太小看他们了。2000块钱的酒精不算啥，如果发丝好的话，就这个味道，翻几番都有可能。最贵的就当属你这个34年的北洋龙了。龙阳相比其他银元都比较贵，你这是一块34年的常威，龙鳞不错，味道是属于百年酱菜。这个银元贵就贵在它这个包浆上了，属于典型的味道比，大概给你估划的话也就3000多吧。哇塞，这加在一块将近7000了。对，这没想到这是我赚大发了，还以为它不值钱嘞。给你估的都是一个差不多的价钱，因为你对这个银元不懂，所以对你这个朋友啊有了误解。听完价值啊，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黄金啊比银元贵。通过这件事啊，只能说明你这个朋友为人处事还是可以的。银元啊都可以随时变现，你看你这咋决定？知道价值就好了，我还是拿回去放着吧。那行吧，没事。哎，你看这个俺老头前个去收破烂，收了个白金，你看看管顶几百万？几百万啊！大姨，你这狮子大张口啊！几百万的东西，你这收破烂能收回来吗？那说不定他也不知道啊。他也不知道，也不可能收破烂卖给你啊。看颜色还真不像白金，白金一般都发乌，颜色没这么亮，比重要比这个沉。看器型，这也不像过去的古董。这能说多少钱收回来了吗？这在一本书里头加着。俺去买破烂，人家卖书的，给书里头加着这是书的价钱买回来的。俺的邻居一个看见了，他给500块钱，他想买走。我没有卖的。你没卖就对了。所以说你这是当旧书收回来了，旧书的价格也就几毛钱一斤。我这拖着这个东西一斤只多不少，相当于是不到1块钱的成本买回来了。你这是捡了个大漏，在没有搞清楚之前啊，没有卖是对的。既然恁邻居想出500块钱买走，这说明这个东西啊要远远高于500块钱。那你说的对啊。这我给俺儿一说搁手机上弄一拍，俺儿一拍，给那网上的那个专家，给他一发去，网上的专家他说给300万，东西拿去都锁钱。同样的一个东西，邻居给500，这价格不用想，肯定是少了。没想到网上专家竟然给300万，这报价太令人不可思议了。网上有些所谓的专家啊，他们一般都是有他们的套路，无论是啥东西吧，他们都会给一个非常离谱的价格，意思啊就是让你感觉到发财了。等你信以为真去找他们的时候，借机啊让你交各种服务费，交的费用也不高，一般都是几千，有的甚至是上万，比着你快到手的300万而言啊，在300万面前，那相当于是那个毛毛雨。所以这种套路不懂的呀，一定要擦亮眼睛了。那你说的都对了。这我跟俺儿，他说了去广州回来，回来他说要去，我恐怕他上当。我说的，我劝他，我不叫他回来。我说的。各占上个地儿，少卖点儿，那真能的管顶几百万吗？我都卖着你，我少卖点儿，我还比上外地去强啊！大爷，你还真别说，我这一听你说这话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明白人。说实话，我们也就是一个普通收破烂的。如果真能一下子1块钱收几百万的东西啊，第一，你肯定把东西还得还给人家，可以放心的给你吃个定心丸，你这绝对不是几百万的东西。像你说的啊，它既然是白金。最贵的白金8斤1颗才220，铂金才200，你数量你算一下，你也就1斤呗，500克也都11万左右。小伙子，这还是你时代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真能管顶11万吗？如果是白金啊，差不多市场价也就是这个数，我这大概给你估了一下而已。但是你这东西不是白金，颜色比重都和白金对不上号，我看啊，倒像是银子，你可以清楚的听一下它的声音。这是正儿八经银子的声音，颜色、比重、声音都能对号入座。看器型的话，也不是什么古董，应该是个人熔炼的银条。
因为这个银子啊，它的价格比较便宜，看纯度的话，差不多6块钱一克，1斤的市场价也就是3000块钱，这就是它目前的一个价值。你这3000块钱给这网的专家，这错的太远了。那是网管报几百万，你这3000块钱，这太低了。哎呀，你这不相信，这我也没办法了。你先让那儿啊，从广州先不要让他动身，你先去找这个专业人士，搞清楚这个材质到底是什么，相应能值多少钱，自己心里面就清楚了，总比不清不楚带着东西都想卖300万强。来回的路费，包括那儿的误工费，这都是有代价的呀，你感觉嘞？是的，那你说的对，那我得再找人去看看去。对，我闺蜜借我20万，在我这里抵押了一块银元。你帮忙看看值不值50万？借20万抵押一块50万的银元，看来你对这个银元挺懂啊。来，我看看是啥的银元。我说实话，对银元不懂。都借我20万好几年了，这也不讲还钱的事儿。昨天竟然又要给我借钱。上次借了钱还没还，这次竟然还要借钱，你可别被他整出来啥幺蛾子了啊！你这个是一块深斑的大青。评级给的是 XF92， 两面的包浆确实不错，龙鳞自口包浆，整体状态还都挺好。但是话又说了，你这个可不是价值50万的银元啊，这谁告诉你这一块银元能卖50万？不对吧？3年前我闺蜜带着银元已经去北京某公司鉴定了，开的有鉴定证书，好像估价就是50万，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，不然我也不会借给她20万。那个鉴定证书是有问题了，应该是恁闺蜜花钱买回来了吧？好像鉴定一次花了2000块钱吧？对，那就是花钱买回来了鉴定证书，那种鉴定证书没什么用，一般像这种银元啊。都是入盒鉴定，况且你这个已经评级入盒了，没必要再多鉴定一次了。第一个花钱它都打水漂了，第二个鉴定出来的50万，在咱们行内啊，也没有人相信它这个价值。和你说的恰恰相反，北京那个专家告诉我闺蜜，越放越值钱，说是放10年之后能翻倍。我闺蜜也是大气之人，昨天说让我再借给她20万，再借20万，这块银元就归我所有了。你这个闺蜜太不地道了，我不知道你是咋想的。我能这么想，我想捡这个漏呗。捡漏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捡的，你这啥都不懂，你还想捡漏，弄不好都变成了一个笑话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啊，你这个闺蜜啊，做人确实是不太地道。看你什么都不懂，你这是想要他的100万，他却想要你的20万。这说实话，你今天拿这个银元来我这是干啥来？我来的目的就是想让你估估价。如果真值100万的话，我去给他借点钱，准备给他买回来。也就是说你现在连20万都没有，准备去借20万，把这个给他买了。我准备给他还价，给他10万，看能不能买回来。哎呀，10万。你别说给他10万，你都给他5万，估计都可以。已经借20万了，你再给他10万，相当于是30万了。还有7年的时间，如果有这种好事啊，那闺蜜自己都干了，这个好事也轮不到你。这个大秦宣三啊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它比较常见，这是清朝那个时候晚清发行最多的这种货币之一。你这个是深版，已经评级入盒。他说的这个鉴定证书啊，完全没必要再去鉴定。XF92。就是意思就是笔面是流通过，确实多多少少有一点流通痕迹吧，但是你这个状态确实是不错，包括字口、龙鳞，包括它的包浆，这3位一体都是无可挑剔的。这个银元已经评级入盒了，说实话，就按目前的现在市场价来估的话，你这块银元给你估8000块钱是完全没啥问题的。不可能只值8000吧？难道北京专家估的50万是假的？这不可能。所谓北京那个鉴定证书啊，其实它就是一个骗局。那种鉴定证书在我们行内根本就没有人承认它的这个真实性。另外呢，就是你闺蜜之前已经借你这个20万了，现在又给你要钱，这是变成花了。反正想从你这里拿钱，反正你是对银元啥都不懂。你今天来啊，你看价值也跟你说了8000块钱，你这个闺蜜啊，说实话做人怎么咋地，你抓紧时间把这个事看咋妥善解决了就行了。这也不是小数，这可不是小事儿，我得回去找我闺蜜去。好。
我这再加上欧医院前女友，她很内疚的给了我一块破银元你快帮我看看值不值1万？值不值1万？这看来你对银元不懂啊。我确实不懂，第一次见银元长这样。第一次见银元摸不清价格很正常，你这还不是一块普通的银元，龙阳3剑客之一的造币中厂入的是皮盒，虽然说没给分 XF97 就是它壁面带一层原汁原味的包浆，你这个前女友出手还是挺阔绰的。一般像这种全龙鳞、全内齿、全字口的赵忠，它不便宜啊。提起我这个前女友啊，我就特别伤心啊。20年前，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，他竟然带着我的全部身家1万块钱，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，说跑出去创业去了。20年前1万块钱可不得了，那做生意的话能买很多东西了。那时候1万块钱存银行，一年还给个700-800块钱利息嘞。那确实，存银行你存到现在，利滚率也得翻一番了。你这个前女友啊，确实挺过分的。到了这个谈婚论嫁的时候，竟然离你而去。说实话，我连听都没听说过这样的人。你要是放别人身上，拿走你1万块钱，你不吭不哈来，那就是窃。你如果追究的话，那他可是要吃牢饭了呀。我也不是那狠心的人，当时没有现在那方便，有手机。结果他去广州不到2个月，那1万块钱都赔的掉半斤光了，啥也没有了。他不但不好意思回来，反而还责怪我，说我不应该有那1万块钱，不然他也不会赔光。你这个前女友确实挺奇葩的，很明显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他一点错都没有，他都感觉错误都是别人的。一般像这种认识不到自己错误的人啊，你这幸亏是没给他结婚，不然你都不知道他以后还会给你闯出什么样的事情。这20年没见面了，这忽然间给你一块造种，应该也算是对你的经济补偿了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因为他以前也没有钱。据听说现在他找一个好老公。我也不想跟他再有任何瓜葛了。哎呀，你能这样想就对了。无论这个银元值多少钱，你就当给你的补偿，再亏啊，也不会比那个1分钱不给你强。因为你对银元不懂，我给你简单来讲一讲这个赵忠。赵币中厂啊，首先它这个发行量，它是比其他龙阳要少，是所有玩银元的必玩必中，所以好品相了呀，市场上也是供不应求吧。你这个真假首先是没啥问题，已经入 PCGS 的盒子，虽然说只给了一个 XF97 的状态，我个人看很明显是错杀币。我个人看给一个45分也不为过，因为这个皮盒评级啊，它有一个标准10%的给分率，所以这个给分率啊，让很多这个入盒的币状态各方面都很好，就是不给你分。你这个完全可以对标45分的状态。第一，全龙鳞、全字口、全内齿，即使是45分的状态，也就是这个样子。第二，它这个造种啊是属于原汁原味未下水的状态，45分有很多啊都没这个味道好。造种主要是看它的鼻子，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鼻子，它这个鼻子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的这个磨损，龙鳞状态也算是顶呱呱的，状态各方面非常不错。我就简单的给你估一下价钱吧，目前市场价来看18000没啥问题。那还可以，如果不值1万的话，那我不是亏大了吗？对，说实话你看开点就行了，毕竟啊这个东西啊，它算是给你一块赵种，补偿一下你那1万块钱的损失。你看这块币咋弄咋处理？1万都18000都18000吧。给你搁这吧。你说的也对有1万总比没有1分钱强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看开点就行了。毕竟啊，这个事儿也过去20多年了，那时候那前女友说实话她也年轻，对不对？你放到现在给你一块银元，总比不给你强。咱都留着吧。中啊，你给我留，就给你留着吧。行，我给你算着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老板。没事。我得把我媳妇儿的陪嫁银元卖了，给俺丈母娘去租一间房子去，不知道这俩银元能不能值4000块钱。卖媳妇儿的嫁妆银元给丈母娘租房子，你这当姑爷了挺孝顺啊。来，我看看啥的银元。不是我孝顺啊，我这是实在没办法啊。我这结婚2个月，我丈母娘不放心俺媳妇儿，天天住俺家。你这才结婚2个月，丈母娘来了，你给她租房子住不合适吧？再说你这银元也不是什么便宜的银元，45分的大清玄山味道币，这一块价值远远就高于2000块钱了。另外一块53分的湖北升龙，龙鳞状态都不错。哎呀，看这边治口还都是全身的。这作为女婿，你这给丈母娘在外边租房子住，有家不让住，这不合适吧？
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。俺媳妇儿没结婚之前，在家里啊娇生惯养惯了。习惯性的离不开俺丈母娘。但凡有个啥事儿，都让我丈母娘去做。在家里做饭、洗衣服、做家务。结婚2个月了，俺丈母娘已经在俺家住了59天了。你这才结婚2月，那丈母娘在恁家住了59天，那确实是挺尴尬的。本身你们才结婚，按理说应该是好好的享受2人世界才对。这家里边忽然间多出来一个人啊，那确实是挺不方便的。一般娇生惯养的女孩对父母的依赖性都比较强，既然结婚了，那干家务之类的事都得让恁媳妇儿慢慢的学着来。我也是这个意思，真没想到俺媳妇儿在家里是这样被溺爱。在俺家里住其实也没有啥。关键是俺丈母娘每天晚上睡觉，和我媳妇儿一个床，我这天天睡客厅，就这样，也不是个事儿啊。那照你这样说的话，那丈母娘确实有点过分了，必须得给她找个房子租出去。你说谁结婚，这让妈妈住家里边干家务做饭，这都是小事，关键是这住家里边影响个人的生活啊，兄弟，我支持你。你这个做法，说实话，你就是砸锅卖烂铁，你也得让那丈母娘出去租房子。砸锅卖铁倒不至于。为了方便丈母娘给我们做家务，我准备在楼下给她租一个1室1厅。还差4000块钱。不知道这2元够不够？够，绝对够。你这一说值不值4000，就只能说明啊，你对这个音乐不懂。先说这个53分的这个湖北龙，状态确实是不错。虽然说湖北是省龙，但是平时我们很少见到这种原味状态的，不然也不会给那么高的分。尤其是它这个龙鳞，可以说是全龙鳞。因为湖北龙鳞都不是太好，壁面包浆这都属于原汁原味的，而且多少还带一点底光吧。初步给你估价的话，大概在4000左右。没想到这块银元都够了。对，我以为这种带龙的银元也都值1-2000块钱了。带龙呢也有价值高嘞，关键是看它的品相状态吧。另外一块大秦轩山，这就比湖北贵多了。大秦轩山属于龙阳3剑客，是大家常玩的笔种。你这个已经评级如何？虽然说只给了 XF45分的分值，但是整体品相还是不错的。首先，它这个包浆嘛，是属于壁面带点彩，花枝也是全身的，龙鳞包括两面的字口，这都是全身的，状态没什么问题。大概给你估到7-8千吧。啥也不说了，我先卖一个，先把俺丈母娘的房子给她租了，这也算是完成了一个烦心事。对，租房子的事确实是你的当务之急，回去跟那媳妇儿啊全面的沟通一下，尤其是那丈母娘那里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尽量满足她。给这个大姐你拿着，我再把这个湖北给你留下。好。这我分家分了8000块银元啊！一个就按1000块钱算的话，这正好是800万啊！8000块，先不说你这能卖多少钱啊，总而言之，你这数量确实够多。这还专门统计一下数量吗？必须得统计一下，发财的事嘛，我得上点心。这数量统计好也行，你这拿出来基本上都能算出来个大概。先跟你说一下，你这可不是什么银元，这都是清一色的铜板，比银元轻，比银元小一圈。你看这上面写了呀，有的就是当值钱20万。不可能，这都是俺奶奶家传下来的。我先让你看一些黄金的东西吧。黄金的？对，你来验证一下，看是否懂行。这哪是黄金的？这托在手里边轻飘飘的，这颜色都已经发乌变色了。这东西哪来的？这都是俺奶奶捡破烂捡回来的，绝对是黄金的。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，反正我说不了这是哪个地方用的。材质啊和黄金挂不上一丁点关系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这真是黄金的话，你说这谁会往垃圾桶里扔呢？还装进来。这说不准别人掉来嘞，不知道嘞。还是言归正传吧。你帮我看看这些银元。我分家分的。跟你说好了，我们兄妹3个人。我分500万。他们2个人个人150万。这东西还没脱销嘞，你这价钱都已经统计出来了，还有鼻子有眼，800万。我都想问问你，这分家不得分均匀吗？有意见保留。谁让他们不在家里？这8000个银元太重了。我一个人扛来扛去的，我容易吗？假如真是800万的话，那3个人分，那好歹一个人也花到了260多了。
也确实是这样，毕竟是8000多块的东西，你这一个女人家来确实很不容易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可以找一下恁老公帮忙，毕竟这东西有那沉。咦，这事儿可不能乱找人啊！毕竟涉及到几百万的东西啊。连我老公都不让他知道。人多嘴杂，财不外露啊。你这保密工作做的，连恁老公都不让参与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真值几百万的话，你还真得找2个保镖来，不跟你开玩笑了。你这一堆8000个啊，确实不是银元。如果是银元的话，你应该连最基本的常识应该知道啊。银元它必须得是白色的。你看你这哪是白色？这分明就是黄铜的颜色，标标准准的20文铜板。你别以为我不懂，这银元时间长都是这样的，这是他们的褒奖。褒奖你说的也对，这种就是典型的罐装褒奖。无论是银元还是铜板，他们都会形成这样的褒奖。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褒奖，是因为铜，遇到那个潮湿的环境生出来了铝锈。因为银元它也含10%的铜啊。罐装基本上都和这些铜板它这个褒奖差不多，但是你这不是银元，这是典型的20文铜板。你说的这我也不懂，你就干脆一点吧。就这一个的话，你能给我多少钱吗？多少钱一个？因为这个铜板数量啊，在过去发行量比较大，所以它这个存世量也比较大。你看人家一下子这一家伙存了8000个，在过去它又是当时的主流货币，加上你这些品相啊，我给你仔细看看。状态这都一般，算是通货品相的。因为铜板20文呢，基本上都是奇多龙少，状态算是通货。你就按目前现在这个行情来算的话，我给你估5块钱一个差不多。5块钱一个？对，你给我胡扯了。照你这样来算的话，我这8000个不才4万块钱吗？对呀，差不多也就4万块钱的样子。因为这些20文铜板啊，存世量比较大。加上你对银元和铜板又分不清，这价格搞错啊，这太正常了。不可能，早知道你给我4万块钱，我连看都不让您看，净搁这耽误我的时间。不是耽误时间不耽误时间的问题，你这个东西啊，你毕竟有那么多，你建议你货比三家，多找人看看，还真说不准啊，以后还真能卖个几百万。你再找其他人看看。我肯定想卖几百万了，我肯定不卖给你，我找其他人去。20年前啊，我朋友借了我1000块钱啊，现在提起来这个事儿啊，你看看他给我俩破银元，真烦人。20年前借你钱竟然没还你，给你2块银元啊，应该是给你抵账了。来，我看看啥样的银元。我感觉他都把这事给忘了。你说我1个月的工资都借给他了，20年了，他竟然把这事给忘了。这都过去20年了，他忘了你没忘，你就应该联系他还钱啊。以前没有手机，和现在方便，知道吧？方便不方便就不多说了。赔你这俩银元也不错，这好歹啊，这里边有一块 XF92的赵忠，虽然说没分，但是啊不是便宜货。另外一块四川大汉，这明显啊，这和赵忠就不是一个级别了，但也算是一块银元。我个人感觉啊，你也不吃亏。我肯定吃亏。20年前的时候黄金很便宜，一颗才几十块钱。对，那时候说如果我买20克黄金的话，现在估计得升值1万多了。你说这2块银元，银子才能值多少钱呢？那20年前那时候黄金确实便宜，请问你当时买多少克？我1颗没买，钱都被他借走了。不是你当时没钱买，是因为大家都没有闲钱买这些东西。现在黄金涨了，是因为通胀了。但是你这俩银元啊，和现在的银价没有任何关系。银子它就是再便宜，但是这个银元啊，它又不按这个银子卖，对不对？我感觉不对。这不按银子价按啥价嘞？之前我家也有银元，好像都加工金银首饰了。最后没人带的时候，就按银子价给卖了。当银子卖就对了，你加工首饰那是把银元给毁坏了。就是毁坏了，反正是不值钱。银元毁坏就相当于残缺了，一融化之后啊，它们就是89%的这个银子，第1含银量不纯。银子价钱本身它就便宜，所以你肯定卖不上价钱。再说你这俩银元啊，你看这都完好无损，况且都已经平级入皮盒，各方面品相状态还都不错，自然啊，他们俩就能卖个好价钱。你别忽悠我了。说实话，那天，我要不是拿到了他2块银元本他欠我那1000块钱，估计他也不会还给我。你看看现在这东西值多少钱？给你可以肯定一点的呀，
你这俩银元啊，是比你那1000块钱啊，绝对是超值。先说这里边这一块味道大汗，虽然说皮盒给了一个 XF95，95的意思就是华商，但是我这个仔细看了，你这说实话就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滑丝，没有一丁点影响，其他的全是优点了。你通过实物来看啊，你这是一块百年酱菜的味道比啊，包括字口品相完全没啥问题。就按味道比来跟你说的话，这给你初步估计一个1600、1700没啥问题啊。你看看才1000多块钱而已，你还跟我说比较超值，我都不知道超值在哪里。你也别急，老鼠先米大头在后头了。大汉虽然说不值钱，但是啊，这后面这一块赵总他这价钱就喜欢人了。其他多余的话就不说了，就单看你这个状态。XF92的意思就是笔面有清晰，虽然说没分，但是状态啊绝对是不输带分的。你可以看它这个龙鳞这一面，鼻子没有任何磨损，包括字口也非常清晰，没有任何弱打。你这一块银元，说实话，我给你初步估计的话，卖个1.7、8没啥问题。那你要这样说的话，这值了，这两个加一块小2万了。这20年前这钱借的确实超值啊。那是啊，说实话，你这个朋友咋说也不错。虽然说20年前借你1000块钱，但是人家现在还你1、2万的东西，对吧？你还想啥？对不对？我干脆卖给你吧，现在连一不上，20年前都连一不上了，是不是？这东西我留着没用。那行，你说了。那行，那我给你算算。好。这一次我可捡了个大漏。咋了？你都不知道我多少钱买的，别人已经给我鉴定过了，最少能值20万。你这俩东西啊，如果是真的话，这20万确实有点屈才了。正儿八经的真金白银都不便宜，你这个金锭字口这么好，现在根本就找不来，连我都没见过。这个10两的锭子虽然说个头不大，但是这字口这器型，它看着比它顺眼的还真没有。我倒看着你这俩东西，这没漏可见啊。这不但是有漏，而且还是个大漏。无巧不成书。昨天是个黄道吉日，我楼下新开了一家古玩店。虽然说门脸不大，但是我看他那个老板有点迷瞪。我趁他不注意，从柜台里面拿出来这2样东西，故意放到门口的杂货区。这轻轻松松500块钱，成功捡漏。你这种做法不太好，就像去超市买东西，你把贵的当便宜的给淘回来，一般收银的看不仔细的话，很容易蒙混过关。但是这个古玩古董，它不像卖杂货，你即使耍个小聪明，从里拿到外的话，但是古玩老板的眼睛是雪亮的。你想想，人家都开古玩店了，怎么可能拿真金白银去当废铜烂铁卖嘞？你不知道，人一天有3迷，他不一定迷到哪去了的。反正我都找北京的专家已经鉴定过了，他说答应给我20万。人再迷也不可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啊！再找北京的专家给你估价20万，我看着这些东西啊，只能是呵呵一笑。你看你这个金锭都已经严重氧化掉了，这给你一下子报这么高的价，要么他啥都不懂，要么就是想趁机忽悠你。你今天来我这儿，我看是对的。肯定是的呀，多找人看看肯定对啊。货比三家不吃亏。如果你能给我20万，那我都不用去北京跑一趟了。如果能给20多万的话，那更好啊。货比三家，你这种思想是对的。但是你在我们同行手里500块钱买的东西，想一下子赚400倍的利润，这是不可能的呀。凡事都有可能，不搏一把咋知道嘞？你给我说吧，都能给多少吧？年轻人有拼搏的精神是好事，但是这个聪明啊，不能用到旁门左道上。还是那句话，黄金它不可能会氧化。你看你这个，这都发黑褪色了。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黄金它不纯嘞？你过去的黄金纯度它仅次于现在4个9的黄金，但是它不会像你拿过来的这个这样，这分明啊就不是黄金。第一个重量比较轻，托在手里边没有沉重感。你听听它的声音，这和黄金八竿子打不着。还有器型也不对，清朝没有这样的金挺，上面的钢印更假。过去的金银锭啊都是人工篆刻上去的。另外这个银锭也一样，你看这上面的字口和黄的如出一辙。这字口虽然说漂亮，但是看上去这都是一眼假，做工确实是精致。因为过去元宝的耳朵啊都是人工颠簸成型的，耳朵保持一致啊几乎很少。这蜂窝说实话，这应该是后期啊篆刻上去的，扎上去的，正儿八经
它这个蜂窝啊都是自然形成的，材质连银子都不是。你这俩500块钱买回来，我感觉啊很难卖回本儿。你这话说嘞，咋跟北京专家差距恁大呀？人家给我20万，你说我拿回本儿，那我应该听谁的？我觉得啊，你应该听一下楼下那一家老板的。你500块钱买的，你看看人家多少钱回收，这一问不都一清二楚了吗？我建了个大楼，我再回去自投罗网，那肯定不行啊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人家开门做生意啊，但凡卖出去的东西，这都是能挣钱的。人家都挣了你的钱了，你连问问都不敢，那你这拿着东西去北京，你除了赔路费还是赔路费啊。再说了，北京的专家给你20万，这里边啊肯定对吧？肯定是有那个啥，肯定是有骗局的。你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想好。说实话，咱俩我也不骗你，你好好的想想吧。那好吧，那我去试试吧。要去试试。那你三思而后行吧，浪费路费不说，到最后被人家骗走钱了都行了。好，知道了。俺朋友这一次可把我忽悠瘸了给。咋来？5年前认我3000块钱，私房钱买了俩银元，没想到他现在一块只值100块钱。5年前那时候银元啊，应该是很便宜，3000块钱的话，应该可以买龙阳了。来，我看看是啥的银元。反正当时我也不懂，什么也不懂，我真没想到，只用了5年的时间，那竟然3000块钱能变成200。首先啊，你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边，5年前你3000块钱买的这俩银元啊，非常超值。这两块状态都非常好啊，特别少见的大青和广东。说实话，这品相能达到 AU 50分以上，这在过去啊，这说明基本上没有怎么流通过。这么好品相的银元，你这张口说只值200，你这价钱这咋来的？这是？我买了也是有5年时间了啊，但这时间一长嘛，都把这事给忘记了。昨天翻箱倒柜里，我出来第一时间都去我楼下的金店变卖。没想到他营业员告诉我的是100块钱一块。他们给你报的这个价钱啊，太不靠谱了。我只能说你去错了地方。金店他们的专业就是销售成品的那种首饰。首先，对银元的真假啊，他们是不懂的。100块钱一个，他们这给你报的只是银元的银子价，因为银子一颗是5块，26.8克，它的89%的含银量，100块钱只是银子的成本。他们报的这个价格啊，纯粹是胡扯。不管他们是不是胡扯，当时我朋友3000块钱卖给我之后，他就搬走了。从此我再也没联系到他。我感觉他应该是忽悠我之后搬走的。现在我咋越想越不得劲儿，感觉。为了卖给你3000块钱的银元搬家，我看这是不至于啊。首先，作为朋友来说，不可能忽悠你，3000块钱在谁手里边也发不了财。那朋友搬家很有可能啊和这俩银元没有任何关系。反正我是这样看的。他当时3000块钱卖给你这俩银元，说实话，不但不挣你的钱，搁现在来说，算是让你捡了一个大漏，有漏可捡。好，你都给我说，现在我有啥漏可捡啊？人家今天都给我报了100块钱一块。你看你给我值多少钱吧？我刚才都跟你说了，人家今天给你报了100块钱一个，那纯粹是胡扯的价钱。因为5年前啊，这个银元非常便宜。我简单的跟你说，现在它的价值。先说这个广东龙，这个广东龙啊，说实话，它是最早发行的这个龙样，但是好品样的比较少。你看你这个龙鳞粒粒都在，而且给分是 AU 50分。说实话，炸的龙样我都没看到有什么毛病，我就给你简单的初步估一下，就你这一块轻轻松松卖个4、5千，完全没啥问题。哥，这一块光值4、5千？对。那这2块我净赚不得赚个6、7千啊？不至于，因为啥嘞？这个广东它比较便宜一点，相对来说，这个大青轩山比广东又贵一点。因为这个大青轩山啊，你这个状态确实不错，你看给的是 AU 53分，而且还是一个深斑，尾巴出匀，整体状态你可以看一下，字口非常清晰，尤其是它这个花枝。没有一点弱大，龙鳞也比较好。我这个大青给你按现在市场价来估计的话，最少能卖个8、9千没啥问题。
不会吧，老板？你说的是不是实价？给你说的就是现在的市场价，2块加到一块基本上就13000了吧？你现在等于说是比着5年前净赚了1万块钱。真没想到能赚那么多，我还以为赔2800嘞。早知道我就多买点了，因为当时我私房钱也比较多。那你现在说啥都晚了，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卖后悔药的，买2块，说实话能赚到钱就行了，因为你对这个也不懂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恁朋友帮你选的币种不错，你看看这2块银元咋弄啊？确实让人想象不到，啥都不错了。这俩银元再给你留下吧。好。我感觉这一次非发财不可。咋来？收300块钱的破烂，没想到我收到真金白银。哎呀，反正是别人家的东西，不要白不要。300块钱收来一堆真金白银，大爷你这收来的还真不少啊！这可是正八经的黄金。怪得有好几两，另外这都是白花花的银条，这数量也得有10几根。300块钱收来的话，你这绝对是发一笔横财啊！挣钱这都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你这得来是全不费功夫，这是咋收的呀？我这个收破烂，每次上别人家去收破烂，也都瞧不起我。这些真金白银呢，是在一对80多岁的老人家收的。当时他们的脾气可坏，又让我给他扫地，打扫卫生、擦缸，擦到他那来，又要给他倒垃圾，一点点都没有尊重我的意思，成天上人家去。这个无论做啥工作啊，说实在的，没有说谁瞧不起谁，可能是他们老两口平时吆3喝6的习惯了，这个你不用太在意。别人都说吃亏是福，尤其是出门在外啊，这个手脚勤快点没什么坏处。打扫卫生、倒个垃圾之类的，这些累不坏人。这一次虽说让你干点活，这一次不是300块钱让你捡个大漏吗？你这不是挺好了吗？我也知道，我会捡漏啊，收一辈子破烂啊，这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。他们不光脾气赖，还抠得很。本身200多块钱的一箱书，最后续贷给我要300块钱，给我气得不能行。老年人嘛，几十块钱看的都比较仔细，这都可以理解。无非啊，就是对你们来说多赚点少赚点的问题。有时候也感觉你们挺不容易的。反正我多少知道一些，像你们收破烂的，多少会捡一些漏，但是没想到你今天能捡那么大的漏。我放到以前的，这是我都给他送过去。但是我一想呢，他们俩脾气太赖，太坏了。再加上他们那些书，我也赚不到啥钱。挣钱不挣钱了，做人原则还是有的。人家是300块钱卖给你一箱破烂书，说实话，这并不包括这一堆金，很有可能啊，他们卖破烂的时候忘记拿出来了。毕竟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，建议你还是归还给他们老两口。还不还那先别说着嘞，你帮我估算一下能给我值多少钱，我听听这个数。你虽说是收破烂的，但是现在你应该知道，现在涉及到大宗商品，尤其是金属啊，价格都特别贵，尤其是这些纯质量稀少的金，现在黄金一克都400、700了，你这一点怎么着也得有4、5两重，这妥妥的10万块钱以上啊！乖嘞，就这一根能管顶10来万吗？对。那这几十根值不少钱了。你不要看它个头小，实际重量它又能重10来万，至少不多。而剩余的这10几根的，这都是银条。光看它这个光度的话，应该是3个9的镀银。银子的价格远远比黄金逊色多了。虽说一颗只有5、6块，但是你这数量又嫩也，我大概给你估算一下，怎么着也得有一个10来万，至少不多。乖，真没想到能值这么多！我这300块钱收一下，收20多万的东西，说出去谁也不会相信呢。这得几百倍的利润呢。你可以算一下嘛，300拨20多万，妥妥的700多倍的利润。在咱们中国啊，暂时还没有谁能像你这么盈利呢。毕竟你这一下子赚那么多，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。你放谁身上去赚20多万，这都得好多年。所以啊，你要听我一句劝。赶紧把这东西啊给人家还回去，以免啊给自己惹到不必要的这些麻烦。我觉着你说的对。赶紧叫这东西还还回去，还包起来。对。抽时间我去给他们俩谈谈，懂不懂？这就对了，挣自己该挣的钱，给自己少惹麻烦都齐了。好。你给叔叔说清楚，这2块银元到底搁哪来的？
这是我同学给我的。这同学给你的，你能要吗？同学给的，那你就还回去不就行了吗？肯定是拿来家里边的呀。来，我看看你是啥来。你都不知道。他昨天给我说这2块银元他是给地上捡的。我一听这话，我都知道他撒谎了。说实话，孩子撒谎主要是这个年龄太小，在家没事多教育教育就行了。不过你这2块银元啊，真假是没啥问题，包浆状态还都是味道比。这细看的话，你这个冤大头，这还是一块好斑啊！你看这地方是空心眼，典型的竹节花3角元，这个银元价值就可不便宜了。你得抓紧时间啊，把这银元给他同学还回去啊。那还给肯定是跟人家要还回去了。但是他让我最生气的都是对我撒谎。你说俺家都没有那种撒谎的人。这才上3年级，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净给我给这撒谎了。哎呀，这个撒谎确实要重视，在家里边没学会，不等于他在其他地方没学会。最关键啊，就是我发现孩子撒谎啊，及时给他们纠正过来就行了。像我们做父母的呀，这个生活当中及时给他们沟通，当他们做错事的时候，你不要一味的去指责他们，学会原谅他们。毕竟啊，我们也都是从这个孩子这走过来的。我发现这个事儿之后，我没打他，我已经保持的够克制的了。你都不知道，现在的孩子也不知道咋那么多事儿。他竟拿着我的金戒指送给他同学，然后才换过来2块银元呢。这可不是撒谎那么简单了。你儿子啊，这跟他同学啊，这相当于是一货了，以物换物，可能是出于好奇，也有可能啊是好玩，不然啊不会给他同学用金戒指换这2银元了。说到底啊，还是你们当家长的不够合格。金戒指也好，这银元也罢，如果你们对吧不放到他们能接触到的地方，你说他们会能拿出来，还会出现拿金戒指去换这2银元吗？那你现在说啥都晚了。那是嘞。关键是我那2个金戒指贵啊。虽说重量吧才2克多，但是那是去年的新款，好歹也是5000买的。你现在赶紧给我看看这俩东西到底值多少钱。哎呀，你那个金戒指应该是硬金，2克多。那你看现在这个黄金回收价可能也就是1000把块钱，但是这2块银元啊，你也不吃亏。先说这个小头，这个小头我看了，这也不带啥斑，也就是普通的一块小头。这个也算是包浆壁，全身大老黑，这个状态还行吧，因为它流通过。因为小头的价格比较便宜，就你目前这个状态的话，我能给到你600-700块钱。这一块吗？对。恁低吗？那反正小头本来就是银元里边最便宜的。那个嘞？这个就稍微贵一点了。这个大头，因为它不是普通的大头，你像普通的大头也就1000多块钱，你这个是3角元竹节花，这是3角元的修版。就这个竹节花咋说啊？因为在银元里边，它是比普通大头要贵很多。就目前你这个状态而言，因为这个是味道比，整体状态还不错，没有任何的这个流通痕迹，流通痕迹不是太明显吧？就目前你这个状态，我能给你估到1000大几也没啥问题。那加起来才2000多块钱。对，加起来2000多块钱。那我这可亏大发了。我这金戒指可是5000多买的呀。那是啊，这个不讲亏与不亏，碰到这个事儿啊，你这当家长的呀，都得好好的协商一下，看这个事儿怎样完美的处理。第一，孩子撒谎，对吧？拿家里边的东西，这肯定是不对的，回去好好的教育。然后这2块银元，无论值多少钱，你都得给他同学送回去，对不对？把这个事儿完美的解决了，不就行了吗？你说的有道理，所以以后我得叫我这金首饰、贵重物品我都得放好，对，省得再出现这事儿。对，好，那谢谢你。没事。我前几天去河边钓鱼啊，在河里救了一个孩子。他爸为了向我表示感谢，送我1块银元。你看这1块银元值不值1000块钱？值不值1000？这看来孩子他爸没告诉你这银元的价值啊。送给你的这个银元可是很有分量。你看入的是 NGC 的盒子，给分是 AU 里边最高的58分，这可是大名鼎鼎的21年上山鸟传样，状态确实是不错，绝对是开卷出来的东西。你看这壁面，这都带光，这人家可是真心真意感谢你啊，不然不会送这个给你。跟你说实话嘛，我救他也不是为了他的钱，那是的。当时在钓鱼啊，一个19岁的孩子带着他的弟弟在河边玩水嘞，这一不小心就掉进去了。当时也是事发比较突然，这事儿幸亏是遇到你了，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因为平时会游泳的人毕竟在少数，
由于是事发突然，谁会游泳啊？谁都会遇到这事儿，都会下手相救了。我知道你并不是图他的钱，但是孩子他爸送给你这个银元啊，确实价值不菲，这不是1000多的币种。我也不瞒你说，我家里啊还真有这样的银元，和这个一样。前年吧，好像就卖了900多块钱。这个只不过是比着我那个多了一个盒子而已。跟你说，跟你说实话吧，还真不是一个盒子的事儿。这外边这个平底盒子，它只是让你放心，这里边的银元真假没问题。具体细节你得仔细对比官网。虽说人家曾经有这样的传扬，但是这种传扬啊，区别还是很大嘞。我觉得区别不大，因为这种银元啊，我小时候经常拿来逼着他们画画，所以啊，印象非常深刻。我看和我家里啊，大差小不差。大差小不差，这是你的错觉。其实银元有时候错一点儿，价格区别就很大了。很有可能啊，它这个顺向这一面长得都一样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年份不同，1、2、3这3个年份区别很大。另外，这个反串这一面常见的并没有这个上三角，更没有这个旭日东升。我发现了，你这个老板咋能爱抬杠嘞？不管3年而已了，你就直接告诉我这块你收的这块银元，它能值多少钱吗？你问的非常好，咱们俩这个说来说去，我还是直接给你报价，比较现实。先说你这个21年的这个上三角传扬，它入的这个盒子，它是和这个 PCGS 同级别的评级公司，全世界的范围公认的评级银元比较权威 NGC 啊。传扬在过去啊，总共发行了3个年份，21、22和23年，发行量最多、最常见的就是23年，紧接着是22年，次之，最少的呀就是这个21年。它为什么少呢？就是因为和它这个设计有关。21年当时发行的年份啊，就是1932年，那时候啊，说实话正好和那个小日子赶上。你看它这个旭日东升，它像不像日本的国旗？还有3只海鸥，又像战斗机一样，很不吉利。所以当时发行了一段时间，就直接给召回给回收了。虽然说以前发行过，但是还有很多没有回收掉了。就比如你这个已经入盒了，所以说就保存下来了。而你这个品相呢，你可以细看一下，状态非常好，评级公司它给的又是 AU58分，壁面状态你看两面都带光，品相好了呀，我这是没得说。就目前你这个状态而言的话，我感觉啊，轻轻松松就卖个8万块钱，完全没啥问题。多少啊？8万？对，你报这个价格参考的准不准？准，这可不带开玩笑的呀。哎呀，跟你说了呀，就是标准的市场参考价，大差小不差吧。我感觉送给你啊正合适，因为啥呢？因为你跳进水里边啊，把孩子救上来，这大冬天嘞确实不容易。你这种学习精神啊，确实精神可嘉。孩子他爸嘞，说实话，再送你一个这，说实话他也不为过。太贵了，1000块钱东西我还能要，好几万的东西啊，我消受不起，我还是返给他去吧。哎，不用客气，这好歹也是人家的一番心意，给留着当个纪念吧。谢谢你老板鉴定啊，谢谢啊。没事。